就是如果就是后面就像我之前说的嘛，女师傅特别多的话，就是这个差异性它没有了，那大家都退回到我们都是师傅嘛，对吧？活好的就是好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何师傅。我是一个喜欢发短视频的水电安装师傅。我真正跟这个行业就是产生联系，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家开始装修，我就想找女师傅然后我就发现，成都本地有一个叫强劲女工的这么一个团队。因为我自己有这个需求，我就觉得应该在我这个阶段的这些人，他应该都会面临这个需求。那我掌握了这个本领之后，我就可以解决别人的需求。我现在要出去干一个活那个客户家里面反正就是水电什么的都要安，所以这次带的工具就非常的杂，这都是我的工具。然后我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要，然后去选择性的带一些。我一般一周可能单子的数量也就10几单吧，多的时候，少的时候可能就几单。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很稳定，如果想稳定接单的话，我就得多去找几个平台这种。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嘛，很多都是在父母的那种保护下面长大的，很多东西他是可能上了大学以后，他才会有那种就是独立的生活的这种机会。比如说你刚刚问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，我说这是塑料袋，对吧？它可以解决这种漏水的问题。但是有很多人他等到漏水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或者说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。你不知道，你就只能找那种知道的师傅去解决这种很简单的问题。如果知道的话，你不就是自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解决吗？其实师傅其实不应该卡性别，他卡的就是身体素质。就国外的话，他的蓝领的应聘，他其实是看你能不能拉得起多重的东西，能不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，他其实考的就是你的力量和耐力。如果你能达到标准的话，他其实不卡性别。其实这个也不局限于女性，男生也是这样的。你想化妆你就化妆，对，你想干嘛你干嘛，对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就是人的多样性，他可以成为他任何他想成为的样子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比如说我这样子的，我成为一个女电工师傅，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噱头或者之类的，但我只是做了我可能现阶段想做的事情。有这样的师傅的存在，他其实是为女生提供了一个选择，这个也是一直我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好和不好其实区别不大，但是有和没有区别很大。Dancing till we drop in the good times don't